这个营业真早。对啊，我早上6点10分就开始营业了。那你这主要是卖早餐吗？对，我卖的是台式早餐。然后我以前老板是台湾人，他后面回家了，这家店我顶下来的，我跟着他干了3年了吧。你这个造型还是挺不像开外卖店的。嗯，确实。那个经理说，那家搞艺术的，就说我家也确实，我艺术生毕业，我学的是动漫设计，学的是动漫设计。对，动漫设计制作里面，大一就是教那些教美术这一块的嘛。老板还是挺舍得用料的。这个巧克力酱用这个牌子挺贵的，我花生酱用的四季宝的。我用的是安佳。我下午比较闲，下午我朋友帮我看店，然后我下午去超市打零食工，也没多少钱，一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。6点钟起来一直上班工作好，工作到晚上12点多，然后再回来洗睡啊，聊聊天啊，几乎上床也睡不了。我每天都是3点钟睡的觉，然后6点钟起来，天天这么循环。你每天只睡3个小时吗？对啊，然后中午加上中午的话4、5小时吧。中午这样子睡一下。那你这每天都这样。起来这么早也是挺厉害的。习惯了，起了几年了，感觉不到累。最恐怖的是我感觉不到累，就每天我工作那么久，感觉不到累。为啥呀？心累。心累。真的。现在能够有口饭吃，真的物理层面上的有口饭吃。就只够每天的饭钱。看你那个不是生意，外卖平台上也挺好，一个月也就有个2000单呀。2000单很少了。因为外卖抽成抽的蛮高的，说实话抽水抽的蛮高的。比如说你一单平均一单是多少钱，然后你自己能赚多少钱？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的后台。我这些东西成本的哈，像我刚刚的这种吐司啊，我的成本价其实就在6块钱左右了。我收到大概也就8、9块钱左右，偶尔可能会收得到10块钱一个。现在上海疫情了，我好多货买不到，现在只能跑到其他地方去买更贵的。这个刚刚说的那个油啊，葡萄籽油，现在只能去盒马买，好贵，那个60多块钱一瓶。关于用料以及食材卫生这一块，我真的良心过得去，都是按照我自己吃的标准来的。比如店里什么东西快坏了，我就直接就丢掉的。叫我吃一口尝一下有没有坏，还能不能再用，不要了丢掉。我也不想去尝它。我最近生吃的那个蔫了的、老了的、坏了的都不能要的。感觉你这成本挺高呀。成本无所谓。我有去。也不是无所谓吧，就是只要不亏本就可以了。我一般做事都是不亏本就可以了，也不能他们昧着良心。说实话，我昧不来。像这一单呢哈，他付了28块钱，然后呢，我拿到他就扣掉了我8块钱左右，拿到19块，这种单还算是赚钱的。有些做外卖的话，就是有些单其实做起来是亏的。对，有些单真的做起来是亏的。那像这个付了25块钱，我自己只拿了14块钱。这种就亏了。也不算亏吧。不赚。不知道可不可以说，就我自身是做外卖的哈，然后呢，跟你们讲，那个如果网上那种真的很便宜的那种，比店里便宜的那种外卖店，建议还是不要吃。料理包。料理包我也见过，现在料理包少，不过它便宜，真的有它的道理。真的，老板可能不会亏本，同样的那是另外算。疫情呢？那疫情的话，不是大家都点外卖吗？大家，因为什么？不能进村子，骑手不能进村。那你得送出去了是吧？对，我们商家送出去，然后客人呢要跑下路来楼下拿，来村口拿，不是楼下是村口。所以大家就不太愿意点。真正生意好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不能躺死的时候。
只有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最友好的。我好在你开这个外卖店成本应该不是太高吧？房租便宜，我房租2500、2500。2500，对，那确实算比较便宜了。对，在深圳这边算比较便宜的。去年的巅峰时期哈，就是有那么3个月吧，1个月平均3万块钱。哦，那还可以哦，这还可以，但现在只能维持一下日常的饭钱了。我下午几乎没什么生意的，然后我朋友叫我朋友帮我看店，然后下午去大润发搞兼职，打消一下时间。哦，做兼职，说累嘛也还好，说不累嘛才怪。我这家店从早上的6点钟开业，我做到下午去大润发兼职，做到晚上11、2点钟回来。那还是老板还是挺勤奋的。算是挺勤奋的，有一说一啊，我自我感觉也算是挺勤奋的。多累，你知道吗？3万块，哦呦，这人都要疯掉了。哦，其实看不见多累，我这3万块钱我跟你形容一下，就是我这边手脚不能停，一整天不能停，然后一直站在这里，然后门口哈，那个外卖骑手啊，有大概一堆骑手围着在那里骂你。我都是现做的呀，做不出来，有的时候有些他们就一直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过分吧？其实也是辛苦钱，真的是辛苦钱。对，正好，那个等一下，很快好的。这是老板家的后厨，我感觉还是挺干净的。其实，在外卖店里，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干净了。我餐饮店我不敢说，有些餐饮店它也确实干净。外卖店的话，其实我很有信心的在外卖店里面。看我店是因为没有装修嘛，所以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有很多进去以后到处都是油渍和那个蟑螂、老鼠啊到处爬的，有些还很恐怖。这那很恐怖的。确实。那你为什么会比较干净啊？我把它当成自己家来看的。对，就是把自己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嘛。不把它当工作。一般情况下要看，如果那种生意很好的外卖店哈，说实话真的能赚到钱。一年的话，大概可以挣到30-40万、40-50万，不是问题。其实更多的是赚不到钱的。我在这条街已经有3年多了吧，那些都换了个好几轮了，一开1-2个月都关门的都有。大中午已经12点了，还有很多店都是处于待开业状态，牛腩包啥的，看看那边有个火锅外卖，好像是开店了。烧烤可能是晚上开吧，还行，大部分店都开了。来深圳之前我都不点外卖的。是吗？对，讨厌打包食品，讨厌油炸食品。你说讨厌打包食品啊？对，和油炸食品。你说的太搞笑了，你自己就是卖打包食品和油炸食品啊？我觉得不好吃。是吗？就是要送过来，就是对，送过来了，味道就变掉了。是吗？自己是吃不惯的。到现在有20单哈。加上另外一个平台饿了么30单嘛。哎，这营业额800多，预计收入为什么才360啊？对啊，就是总共客人家收过来的钱，然后300多是我收到的钱。那中间就是有什么外卖骑手费啊什么？骑手费啊，然后我的活动费啊，然后再加上平台抽佣啊。那这一半还多呢。美团推了那么多年，就疫情那1年开始赚钱的，推了9年，红利被前面的人吃光了，现在福利都收回了。深圳终于解封了，那搞笑的是什么呢？上海也被封掉了。上海封了，关我深圳店什么事？我的大料都是从上海的，其他地方也买不到，买到了也可能没有我之前那个好。然后只能那个东西断货。到货了还是个大产品，一个大类，然后现在我只能卖这些汉堡啊这类东西。
你天天打电话过来问我，哎，老板，你是不是那个东西不卖了？蛋饼是不是不卖啦？没有，上海不解封，我真的没办法搞到蛋饼来。确实万万没想到。对，真的万万没想到，你上海不冷。老板，我感觉你还是挺乐观的哈。乐观啊，还算行吧。话痨。老板，你去大润发做兼职也是因为失业的吗？差不多吧，下午的话没什么生意，下午一个人守店就可以了，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守，然后守着无聊就乱想，索性去找个事情做，也没生意。那想啥？失业了就失业了呗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他妈，4个店至于吗？我也觉得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，但控制不了，好难受。哦。就说撕心裂肺啊，以及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心痛，真的会痛哦，物理层面上的痛，可以感觉到有多痛，就这样。我在就在这一块。你是卖点啥呀？日摆的正常生活用品。日用品哈。都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开着店还要跑出来做事啊。其实最主要是打发时间呐，然后因为下午店里面没什么生意，我一个人待在店里面有点不习惯，想来这边再拓展一下朋友圈以及打发时间。小哥买朵花吧。很多男生啊，直到去世的时候，在墓地才能收到人生第一朵花。所以，我现在送男生礼物都是送花了。